他只是想跟他玩玩扑克，结果被财阀少爷推开，他还当场跟他提了分手。女人一听，当场火冒三丈，他爸爸是黑帮大佬知道吗？对付这种渣男，子弹最直接。财阀少爷吓得魂飞魄散，像被人追的老鼠一样到处乱窜，正想冲出门，却没注意到门上的玻璃，直接撞上，摔倒在地。当他睁开眼，女人已经拿着枪站在他面前了。危急时刻，保镖及时出现，阻止了悲剧，这才让财阀少爷保住了小命。他赶紧逃回国内，一下飞机又开始显摆，马上叫管家弄了辆跑车，兜了几圈后直奔教堂。他妈妈是牧师，看到他这副打扮，差点气炸了。至于找了个座位坐下，旁边的苏九好奇地打量他，他还戴着墨镜，抛了个媚眼。苏九看得直摇头。苏九之所以来教堂，是因为这儿有免费的午餐，他得省着点为留学攒钱。正准备离开，看到门口篮子里的鸡蛋，正想多拿几个，却看到了每人只能拿一个的标语，他只好又放回去了，准备坐下来吃鸡蛋。突然隔壁房间传来一阵喧闹声，这一看，没想到被财阀少爷看见了，他还向他打了个招呼。苏九被吓得赶紧转过身，情急之下，他还是偷偷多拿了不少鸡蛋。志宇突然出现，吓他一大跳。他本来想解释，没想到志宇反倒觉得他拿的太少，还叫他多拿点。他一边装鸡蛋，一边心里美滋滋的。这一幕让苏九有点懵。临走前，志宇还不忘提醒他，谁知道这才是两人故事的开始。那天，厨房里的苏九被老板临时叫去替服务员，他一听这事，明显不太乐意，但一听说有小费，立刻精神了。他拿着果盘进了包间，果盘一放，他就在地上看到一张5万的大钞。那男人冲他使了个眼色，他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。旁边的志宇认出了他，周围人开始对他指指点点，他硬是忍住泪水，一把抓起枪，转身就走。那个男人突然站出来指责他，怎么能这样拿人的钱？明明应该马上还给人家，穷人就是没良心。苏九顿时觉得特别尴尬。另一个男人出面说钱是他的，地上的钱多脏啊，就当是给他的小费好了。苏九正要走，没想到门突然被推开，他吓得往后退，结果直接坐到了财阀少爷怀里。他赶紧尴尬地逃出现场。就这样，两人的命运似乎绑在了一起。第二天，苏九在咖啡店旁卖玉米，志宇听到声音看过去，马上认出了他，不禁感叹这姑娘真能干，努力的人天不会亏待。他的玉米生意做得挺好。不一会儿，志宇被吵醒了，苏九也认出了他，于是让他帮忙看玉米摊。他都没等他答应，就冲进了咖啡店的洗手间。志宇虽然不太愿意，但还是帮他收了钱。这时店长不高兴了，在这叫卖影响他生意。志宇解释说这不是他的摊，他也没卖什么，让店长随便处理。结果店长直接把玉米倒在了地上。苏九回到摊位，看到地上的玉米，心里那个气啊！他气冲冲的让志宇赔钱。志宇不想多事，直接掏出5万块给他。苏九一看钱，火气一下子没了，抱着玉米就走了。第二天，他在一艘豪华游轮上兼职，日薪竟然10万，累也得撑住。她的男闺蜜荧光叮嘱她注意身体，她却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为了攒够留学的钱，她真是拼了。这个派对是志宇哥哥的公司搞的，哥哥还特意提醒志宇别在这出丑。志宇这时候示意苏九过来给他加酒，可苏九因为缺觉已经开始头晕，他摇摇晃晃地走到志宇面前，迷糊中手竟然放在了志宇的大腿上，看情况要出事了，他赶紧一脚把苏九踢倒。苏九这下彻底清醒了。志宇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原来是他的前女友安娜。就在差点被发现的时候，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直接抱住苏九就亲了上去。苏九一把推开他，被他拉着到处躲藏。刚停下来，苏九又要他赔精神损失费。这时他看到安娜带着保镖朝这边来了，志宇赶紧抱起苏九往一边跑，他打算再来一次，一个想亲，一个又推脱。这时候一个声音传来，他抬头一看，安娜已经站在他面前，身边还有2个保镖。为了摆脱这个可怕的前女友，志宇撒谎说苏九是他现在的女友，而且是真爱。不甘心的安娜挑战他比拼酒量，如果对方赢了，他就退出。志宇立刻暗示苏九参加，如果赢了就给他200万奖金。急需钱的苏九只好答应。苏九的名字可不是白叫的，这可是他那酒鬼父亲给起的。最后苏九轻松赢了，安娜只好黯然退场。苏九趁着醉意向他要了钱，然后两人一起走到了 ATM 机旁。志宇刚把钱取出来，转过身就看到苏九已经躺在地上了，他醉得连家地址都说不出来。志宇只好把他送回了酒店。不一会儿，她的闺蜜英光急匆匆赶来，看到苏九醉成这样，英光急忙问发生了什么。志宇却问她是不是苏九的男朋友。英光没回答，直接把苏九背起来就走。这时志宇掏出了200万，说这是给苏九的报酬。英光误会了，没拿钱就把苏九带回家了。第二天苏九醒来，面对英光关于昨晚200万的质问，他立刻想到了那笔钱。得知钱没拿到手，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明天就得交付出国的学费了，差的就是这200万。苏九说他会尽快凑齐，但他那位好友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直接拿出一些资料给他看，他还真信了。临走时两人还抱在了一起。之后他辞掉了工作，就等着出国的消息。几天过去了，消息却迟迟不来，他急忙去询问，一问才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出国留学项目，原来他的朋友已经辞职，用他的钱和男友去国外旅游了。苏九不甘心，跑到朋友家去，到那儿一看，人已经搬空了。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正伤心途中，志宇的电话来了，他立刻又想起那200万报酬。志宇说要拿就过来找他。志宇开车去了爷爷留给他的仓库，以为里面有很多宝贝，没想到是个日式书屋。这时苏九也按地址找到了这里，他喊了几声志宇，看他没反应，就急忙上前，结果不小心被绊了一跤，直接扑到了志宇的怀里。
一抬头，急忙推开了他。志宇重重的摔在书架上，鼻血流了出来，但那还算小事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的限量版手表也坏了。志宇气得大声叫了起来，但苏九说可以从200万里扣。苏九完全被吓傻了，手表光修理就得花1000万，就算扣掉200万，你还欠我800万，这不是普通的手表，全球仅此500块的限量版。苏九意识到自己真的惹大麻烦了，尝试镇定地检查手表，只是有点裂纹，不能全怪我，你站在那也有责任。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价格从800万直接降到500万。志宇掏出手机告诉他，我这里有你的手机号，你要是敢跑，我立刻起诉你。现在好了，本来是来要钱的，结果反而欠下了一大笔钱，还被朋友骗了4800万，连公交卡都显示余额不足。他被无情地赶下了公交车，只能徒步回家，累得直接瘫在沙发上。男闺蜜阴光看他闷闷不乐，临走还说要下班后带他去吃烤肉，还在桌上留给苏九一些钱。另一边的财阀少爷也遇到经济困境，所有卡上1分钱都没有。原来是家族财产分配时，2个姑姑分到了大部分财产和公司，因为他爸爸一直不受爷爷待见，所以1分钱也没拿到。他妈妈希望他能好好工作，于是冻结了他所有的资金。落魄的少爷只好去找哥哥借钱。出门时恰好听到苏九和阴光要去吃饭，于是志宇拉着哥哥也一起去了。在饭店里，阴光遇到了他的上司，正好是志宇的哥哥。志宇提议一起拼桌，苏九得知志宇哥哥请客，立刻介绍2人给他的男朋友认识，而阴光在一旁完全懵了。志宇一听，顿时火冒三丈，饭桌上不断敬阴光喝酒。阴光也察觉到他的意图，于是故意夹菜喂给苏九。志宇赶紧假装打了个喷嚏，气氛顿时变得更加尴尬。这时苏九从卫生间回来了，志宇已在门口等着他，一见面就追问他们俩什么关系，不然就把亲吻的事告诉你男朋友。苏九听了根本不放在心上，反正他也不是我真正的男朋友，只是因为你哥请客才说是男朋友，免得尴尬。志宇知道真相后乐得像个小孩。第2天志宇就打电话给苏九，催他快点还钱，但苏九说不是约定5年分期还吗？志宇看着这傻瓜也是哭笑不得，无奈地说，你以为我真的在乎那点修理费？苏九一时间语塞，然后约他下午1点见面，说会一直等到他来。这个男人在街头发传单却没人搭理，旁边的富家女看不下去了，只见他脱下外套，穿着高跟鞋站到路边，故意展示他那性感的长腿。下一秒传单就被男人们抢光，然后他坐在桌子上摆弄着姿势，男人们更是争先恐后的过来拿。很快传单就发放一空，阴光看得目瞪口呆。秀妍整理好东西，急忙去找志宇，而此时志宇竟带苏九去宝藏仓库打扫，每次20万，从他欠的500万里扣。苏九明显不情愿。不久后，秀妍到了这里，一转身错把苏九当成了清洁工。志宇看见后顿感尴尬，故意把秀妍支开，还叫苏九好好工作，这让苏九气得直磨牙。2人一出来，一心喜欢志宇的秀妍迫不及待地依偎他。这一幕正好被倒垃圾的苏九看到，看着自己身上的廉价衣服，心情更是低落。秀妍还提到最近就业竞争特别激烈，年轻人都在忙着打扫卫生呢。我偷听到苏九说自己长得像狐狸精一样，突然公司打电话叫他马上回去，但秀妍说自己是会长的女儿呢，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情。苏九一听对方是会长的女儿，气也消了。等志宇把秀妍送回来之后，看到屋子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苏九却在摇椅上休息着。志宇上前一番操作，把他惊醒了。2人对视一眼，苏九急忙起身想走，但志宇还想让他打扫。2楼，他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看起来那么好欺负吗？我是你的奴隶吗？让我干了一整天，你们还嬉皮笑脸的，还抱在一起。志宇看出他在吃醋了，苏九急忙说连水都不给我喝，这还有没有王法？志宇也意识到这确实有点过分，让他在这等着。他凭借调酒师的本领，很快就调好了一杯特制的冰镇饮料。苏九一喝，立刻被带到了一个大海环绕的地方，他顿时感到惊讶，于是就问这是什么。志宇立刻开始炫耀他的调酒技术，看到苏九这么会打扫，还这么可爱，这话一出，苏九顿时懵了。志宇轻轻点了下他的头，这才让他清醒过来。他看到苏九干活挺麻利的，还有很多用处，于是想和他一起工作。一看就知道你还不起500万，就用身体来偿还吧。苏九一听，立马不高兴了，他气愤地转身离开。想要干大事的志宇因为没钱，只好把目光投向哥哥。哥哥把他带到公司举办的调酒会，看他的表现再决定。接到男闺蜜电话的苏九也来了，志宇一眼就看到了他。苏九一看到秀妍也在他旁边，心里那个酸啊。然后他的目光被那些独特的塔楼酒杯吸引了，但他没意识到危险正悄悄逼近。志宇注意到那个不断晃动的吊灯，急忙喊他快点躲开，他却还愣在那儿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大灯突然坠落，财阀少爷和他的男闺蜜都赶紧冲过来。志宇反应最快，迅速把他抱在怀里避险，地上的酒杯碎片四溅，大灯也紧随其后的砸在旁边。大家都被吓了一跳，纷纷围过来看个究竟。苏九看到志宇头上的血，马上又晕了过去。紧接着2人被送到了医院。苏九对此感到非常自责，志宇听了不由得笑了出来。第2天一大早，得知志宇在活动现场表现出色，哥哥决定投资他5000万。虽然志宇觉得钱太少，但总比1分钱都没有强。哥哥还要求他分10个月还清本金，每月得还500万，他也只能勉为其难的答应了。但这点钱对他的大计划来说还远远不够，于是他又开始盯上了他父亲的钱财，直接把父亲最爱的跑车给卖了。父亲怎么阻止都没用，他拉着父亲满怀信心地说，等我将来创业成功了，一定会买辆更加性感的跑车还给你。看着被开走的爱车，父亲心疼的都哭了。有了这笔启动资金，他立刻叫上苏九一起去买开店需要的东西。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，那家旧书屋也逐渐变成了一家酒吧。
接着他指导苏九开始制作酒吧的招牌。突然他脑海中又冒出了一个坏主意，假装告诉苏九他脸上有涂料。苏九信以为真，结果他又在他脸上多涂了一道，这下看起来更有趣了。这时她的男闺蜜打来了电话，苏九就跑到外面去接了，因为她晚上的工作还没找到。她男闺蜜的房子只有一张床，所以得轮流睡觉。她就去找志宇了，有点不好意思的试图表达什么。志宇故作疑惑的样子，然后苏九就跟他炫耀自己厨艺挺棒的。为了证明自己，他就跑到厨房展示了一番利落的刀工。不一会儿，几道好菜就端上来了。志宇尝了尝，觉得味道挺好，他就决定把厨房交给苏九了。他高兴的拍照狂欢。接着他们一起去外面挂招牌。面对志宇的挑剔，苏九气得跳下来，突然想到自己的工资到底是多少。苏九一听就不高兴了，我这还怎么活啊？看着苏九生气的手舞足蹈，志宇却笑得很开心。苏九发现自己被拍了个丑照，就追着他要求删掉。两个人像小孩子一样闹腾。晚上苏九问酒吧啥时候开业，志宇说晚上不开门，只白天营业。苏九听了直傻眼，谁白天来喝酒啊？难道晚上有人查你吗？志宇气势汹汹地说，我的地盘我做主。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。但苏九不知道，志宇晚上得吃安定，他有日落症候群，一到晚上就焦虑紧张，还会有异常行为。朋友都劝他好好治疗，他却不在乎的赶紧离开。第二天苏九一大早就到酒吧上班，发现志宇把头发染黑了，他心里突然有点小激动。这家白天营业的酒吧让苏九满头雾水。苏九猜他晚上肯定在搞鬼。志宇见他这么好奇，就挥手叫他过来，说完就让苏九去贴招聘广告。贴完后他突然想起之前帮过的那个男人，没钱吃饭还得去街边翻垃圾，他二话不说就推荐小宋来这儿工作，还嘚瑟的说他是泰国来的，长得可帅了，唱歌也特别好听，这可真是要了命了。志宇却一无所知，只能勉为其难的答应了。这时候诗媛这个女孩子来应聘调酒师，展示了一手超棒的调酒技术，俩人都觉得不错。志宇尝了尝，马上决定让他留下。就这样，莫吉托酒吧的4人团队成立了。作为老板的志宇立马定下规矩，这儿的酒谁来都只卖一杯，总统来了也得一样。大家都有点懵，志宇却说，我的鸡尾酒不是让人喝醉的，我要的是让人心情好的无酒。然后宣布了上班时间，每天从早上10点到下午6点，要完全走欧洲风，这也是咱们店的风格。楼上是我的私人空间，禁止进入，6点后不要再待在店里。找个像我这么好的老板还真不容易。他们俩高高兴兴的走了，志宇却留下苏九来洗碗。他被秀妍拉去吃饭，还向朋友们介绍说这是你们未来的姐夫。朋友们知道他是财阀少爷，纷纷夸赞，但志宇不喜欢这种场合，以后别再拉他来了。说完就转身走了。第二天，志宇换上一身黑色西装，去看望故去的好友明俊。一段往事让他难以忘怀。刚走出门就碰到了秀妍的妈妈，他脸上满是仇恨，原来他儿子的死和志宇有关，还警告志宇以后别和秀妍来往。晚上6点过后，苏九还是满脑好奇的跑到酒吧，他想提前准备好明天开店的事。没多久，秀妍拿着生日蛋糕过来了，还问苏九怎么会在这儿。苏九赶紧撒谎说自己是这儿的员工，让他别误会。秀妍让他把蛋糕给志宇，走得飞快，一边走一边沉思。出门倒垃圾的苏九恰好碰见刚回来的志宇，他脸上挂着明显的不悦，还对苏九说快点离开这儿。看见志宇一个人在那闷酒，他递过去一个生日蛋糕，还傻乎乎的唱起生日歌，这反而让志宇更生气了。苏九心想他肯定疯了，志宇却更激动了，觉得苏九只要有钱什么都愿意做。我心情已经够差的了，你逗我开心吧。还真把钱给苏九，让他去他房间，直接问他要多少钱，结果立马挨了个耳光。苏九伤心的转身就走，他拿起蛋糕上的贺卡，才明白是秀妍送的，顿时满心后悔。这女人悄无声息的进了酒吧，生怕吵醒了正在睡觉的男人。他蹑手蹑脚走到吧台，正想拿回桌上的包，刚伸手就被男人抓住了。苏九一脸惊讶的看着他，苏九刚打算走，志宇却说刚才被打的地方好疼，我们就算扯平了。但苏九说他总是用自己的方式看不起人，捉弄别人又看不起人，你这样的人被打也是活该，没有谁天生就该被欺负。说完这番话，他转身就走。志宇赶忙上前抓住他，然后真诚的向他道歉，随后把头靠在苏九的肩上，这让他一时间气消了。冷静后的苏九还是感觉很气。这时志宇拿来了件衣服，苏九没搭理他，他只好聪明的走了。苏九刚换好衣服要回去，天空突然闪过一道闪电，房间的灯也瞬间熄灭了。志宇立刻紧张起来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些不好的回忆。没多久，房间里的灯又亮了，这让他稍感安心。第二天一早，苏九带着他捡来的小猫过来了，志宇一看就让他把猫放回去。这话一出，苏九立刻火了，说如果你同意养它，我就不计较了。固执的他还是不肯道歉。进了厨房，他却让苏九好好照顾这只小猫，然后他们俩开始讨论店里的新菜单。躲在一边的诗媛和小宋感觉到了点爱情的气息。酒吧开业第一天就客满，志宇的帅气和他的调酒技巧让不少女顾客排队和他合影。苏九在后厨偷看这一幕，然后他为这些顾客调制了各种口味的鸡尾酒，有个女士还夸这酒的香味简直是艺术。苏九听了觉得有点恶心。开业当天，志宇的父母也来了，他妈妈一看到苏九就认出了他，还拉着苏九的手，叮嘱他照顾好志宇。看来妈妈很喜欢这个未来的儿媳妇。另一边，秀妍把苏九在志宇酒吧工作的事告诉了荧光，这让他工作时心不在焉。同事看他心神不宁，他就说自己喜欢的女孩有很多秘密，同事一句话就点破了，肯定是他喜欢上别人了。荧光一听心里一紧，感觉更难受了。这时志宇在仓库看到小猫，就给他取了个啤酒的名字。
后来他们又到厨房一起做巧克力。志宇正准备离开，苏九把上次的衣服还给了他，他还特地拿起来闻了闻。苏九连忙说已经洗过了。离开前他还摸了摸他的额头，这一举动让苏九感到一阵温暖。他忙完正要走，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让他上2楼，会不会上面有别的女人？一边想一边他都快疯了，但好奇心驱使他还是悄悄上了楼。进去后发现没人，他就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。这时浴室的门突然开了，苏九吓得赶紧从床上滚下来。至于打开冰箱却发现没啤酒了，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发现，然后就赶紧离开了房间。苏九抓紧机会准备溜之大吉，刚跑到门口，没想到志宇又回来了，他只好赶紧躲在沙发后面，跟着对方的脚步声他慢慢移动，最后总算是逃了出来。这一场折腾他都吓出一身冷汗。第二天秀妍也来到了酒吧，志宇特意调了一杯鸡尾酒给他。秀妍趁机也透露了一条信息，原来苏九没跟荧光说他在这里工作。志宇听了脸上露出一抹坏笑，他出去找到苏九，听说你没跟你那死党说你在这儿工作呀？苏九显得有点不耐烦，这是你女朋友跟你说的对吧？看到苏九那表情，志宇觉得他是在吃醋，又用老套的手法，结果又让苏九火冒3丈。志宇看起来却很是开心。晚上下班别人都走了，他却把苏九单独留下，还让他给自己弄点吃的。苏九虽然不太愿意，但谁让自己还欠他钱呢？吃完后他又开始盘问起来。面对志宇的连番追问，苏九也就不再隐藏了，是因为你哥是荧光的上司，我怕他介意，所以没说。志宇听后又开始自恋了。苏九气得直接站起来想走，志宇急忙说可以送他回家，这样还能省下坐公交的钱。一路上苏九只顾看窗外，完全不想理志宇。下了车，志宇问他是否一个人住，看他支支吾吾的，志宇差点笑出声。他正想走，却被志宇叫住，难道不请我上去喝杯咖啡吗？苏九急忙说家里没有咖啡。志宇笑着走上前，再次摸了摸他的额头。这一幕楼上的荧光看得清清楚楚。回到家看到男闺蜜一脸不高兴，荧光质问他为什么没告诉他工作的事。看到荧光真的生气了，苏九赶紧抱着他的脖子让他别生气了。荧光实在忍不住了，终于鼓起勇气向苏九表白。气氛刚好到了高潮，突然间苏九的哥哥突然出现了。原来苏九之前为了出国留学，偷偷拿走了妈妈留给哥哥的3000万，哥哥这次来就是要跟苏九算旧账。苏九吓得赶紧躲进卫生间，哥哥一进门就急得想用厕所，荧光赶忙挡住他，谎称他女朋友正在里面洗澡。哥哥急得快要憋不住了，荧光建议他去附近的便利店解决。哥哥一走，苏九就急得乱跳，荧光让他先走，行李他会帮他打理，这主意真不错。苏九匆匆忙忙的离开了。荧光刚整理好东西准备出门，苏九的哥哥又回来了，他也只能作罢。苏九赶到了公交站台，因为匆忙离开，身上只带了点钱，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这女人刚打开门，就看到志宇那一身腹肌，顿时让他心跳加速。这时志宇好像发现了他，苏九吓得赶紧关上门，他悄悄打开门想溜出去，志宇已经站在门外。苏九吓得魂都飞了。志宇说还没到上班时间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苏九只好以打扫仓库为借口，勉强搪塞过去。苏九在外面照顾小猫时，师员走过来，递给他2张音乐剧门票，示意他可以带志宇一起去，希望他表现好点。晚上荧光把苏九的行李送过来，他问苏九是不是喜欢上志宇了，苏九没给答案，他只能装作无所谓的走了。而秀妍的妈妈为了阻止他和志宇交往，特地带他去相亲，但秀妍在见到男方时就转身走了。妈妈气冲冲的追了上来，面对秀妍的顶撞，妈妈直接给了他一个耳光。没办法，他只好跑到酒吧去喝闷酒。服务员看他这样，用他手机给志宇打了个电话。醉醺醺的他一直在嚷嚷着要跟志宇在一起，但志宇就像哥哥一样照顾他。他看志宇不理他，伤心的想走开，结果一不小心摔倒了。这时候3个小混混走过来搭讪，他们正想把他带走，志宇及时把他拉到了自己身后。小混混见势不妙，赶紧撤了。第二天，秀妍带着豪华的菜肴来到酒吧，当众想为志宇吃菜，没想到菜掉在了志宇衣服上。苏九在旁边看得笑出声。志宇去拿毛巾的时候，秀妍立刻宣布了他们的关系，还说他们昨天就正式在一起了。苏九听了脸色很不好看，得知2人确实在一起了，他只能无奈的把音乐剧门票藏进书里。志宇正好看到了这一幕，等秀妍走后，他走到书架旁，发现了那2张门票。为了不让苏九失望，他装病婉拒了秀妍的约会邀请。秀妍原本也是想要他一起看音乐剧的，他不想白白浪费门票，就想到了找荧光一起去。下班时，苏九走到书架旁，发现门票不翼而飞。突然出现的志宇把他吓了一跳，看到门票在他手上，苏九上前要抢回门票，志宇却说他挺喜欢看音乐剧的。然后他带苏九去了一家高档法式餐厅，他看到自己喜欢的法式料理，超开心，不停地拿手机拍照，还跟志宇分享了自己的梦想。他一直想去法国学厨艺，梦想着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餐厅。这时荧光已经到了现场，看到秀妍那身打扮，眼睛都亮了。原来他第一次看到秀妍穿运动鞋。演出结束后，竟然4个人在拐角撞个正着，真尴尬。大家互看着各自暗恋的那个人，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然后4人一起去餐厅，当面对质，真是一场既狗血又戏剧化的爱情大战。秀妍一开口就直接讽刺苏九。荧光本来想说点什么，却被秀妍提醒以后得小心点，说不定苏九是装作死党的间谍，其实暗地里在搞小动作。秀妍接着对苏九冷言冷语。这时荧光站了起来，苏九想去阻止，却被荧光推开。秀妍没料到志宇会站出来维护他，然后就拉着秀妍离开，只留苏九一个人在那里心情沉重。志宇把秀妍送回家，
一下车就告诉他明天要向苏九道歉。但秀妍一直纠结他为什么要和苏九在一起。志宇不想多说，就准备走人。看志宇生气了，秀妍只好软化态度，恳求志宇不要离开。在这段关系中，他感到自己很卑微。此时，苏九坐在公交上，回忆起和志宇的种种美好，对这段感情依依不舍。于是他在外面等着志宇出现。志宇看到后，让他快点回去。志宇被问愣了。苏九明白这样不行，也知道他们俩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一切似乎都成了现实。一个穷女孩勇敢地向富家少爷表白，没想到却被拒绝。说完，他就转身离开。苏九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到了车站，他伤心地说：“从此再也不会对他抱有任何期待。”爹。2天上班，苏九的举止让诗媛感到惊讶。他和小宋似乎看出了他们之间的矛盾。苏九出去倒垃圾时，竟然遇到了一个流浪大叔。好心的苏九给他送去了些饭菜，没想到这一幕正好被楼上的志宇看到。他一进门就被志宇堵在了门口，这让躲在一旁的诗媛和小宋看不下去。于是下班后，他们俩主动邀请苏九去看小宋的演出。他一到现场就看到志宇端着美味的东西向他走来，苏九明显有些不乐意，正看得入神时，突然有人把苏九撞进了志宇的怀里。这事让志宇没心思看演出了，整场演出他都在不停地保护苏九。苏九觉得他是故意的，于是他直接踩了上去，立刻传来了尖锐的叫声。苏九马上意识到自己用力过猛，随后两人走到外头闲聊时，苏九向他吐露了心中的秘密，那就是他偷用了妈妈积攒的3000万来到首尔，勉强打工攒了5000万，结果却被朋友骗了。他感叹自己的人生真是糟透了。志宇却安慰他说，世上还有比被朋友骗更惨的事。但在苏九追问下，志宇并没透露自己的不幸经历。第2天，小宋告诉诗媛，因为他过生日，家人计划用飞机把大象运过来。诗媛很是惊讶，这让他误以为他家在泰国开了动物园。几天后，他们真的运来了一头大象，而且还是纯金制成的。当他拿大象去换钱时，店主却以为他在卖赃物，说这会让他进监狱。看到小宋急需用钱，诗媛便想把大象的鼻子锯下来换钱，这让小宋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因为在他的国家，这种行为是要掉脑袋的。就这么一小截鼻子就能换500万韩元，诗媛更是吃惊，他不解为什么一个富二代要到外国受这份苦。诗媛笑着说，王子是什么东西啊？但小宋坚称这是真的。那天晚上，志宇在阳台上偶然看到苏九悄悄来到酒吧，这让他很好奇，于是躲在一边，竟见苏九走进了仓库。他打开门，只见苏九倚在沙发上睡着。第2天一大早，苏九刚到酒吧上班，志宇就递给他一条毯子，还说这毯子质量不行，让他帮忙扔了。苏九摸到手感不错的毯子，乐得不行。下班后，志宇假装带苏九去给小猫买东西，顺便给他买了个枕头和毛巾。苏九觉得有点奇怪，志宇只好用员工福利来敷衍他。回去的时候，他们正在一起组装东西，这时志宇接了个电话，突然匆忙离开了。原来是秀妍和妈妈吵架，他竟然搬了出来，还拉着志宇一起庆祝他的独立。同时，英光打扮得很帅，正准备出去约会。他刚出门没多久，苏九的哥哥就跟了上去。英光见到苏九，说上次因为隐瞒工作的事没能谈你脑门，真遗憾。没想到苏九竟然主动伸出了额头，这次英光终于抓到机会，他慢慢靠近，想要亲吻苏九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，原来是苏九的哥哥。苏九吓得赶紧逃进屋里。这个女人从睡梦中醒来，还没缓过神来，就听见门外有声音。她悄悄走过去，打开房门，什么也没发现，吓了一跳。但下一秒，她感觉到了不对劲，一回头看到窗外有个长发白脸的男人，她吓得坐在地上。只见那个长发男慢慢爬过来，惊慌中她看到了自己的妈妈，她不停地向妈妈呼救，可是妈妈一转身，她就呆住了，瞬间吓得大叫起来。然后她又突然醒了，这个梦中梦把苏九吓坏了。原来就在昨晚，阴光快要亲上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一阵尖叫，两人定睛一看，是苏九的哥哥。苏九吓得赶紧逃进屋里，哥哥紧跟着追了上去，最后被哥哥抓到。原来苏九把给哥哥的3000万从家里偷出来了，哥哥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钱，但苏九身上1分钱也没有了，他的钱都被朋友骗光了，连出国留学的机会都没了。哥哥知道了，比他还伤心，哭得更惨。苏九怕哥哥把这事告诉妈妈，所以他整天提心吊胆的，这才做了那个恐怖的梦。醒来后他脸色苍白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志宇看到他这样，就贴心的给他买了药，还叮嘱他要按时吃药。另一边，苏九的哥哥知道英光喜欢自己妹妹，他打算帮忙，毕竟他和英光从小就是好兄弟。那晚，哥哥约苏九出来，苏九到了约定地点，哥哥按了遥控器，周围的路灯全亮了。苏九慢慢走向大屏幕，屏幕上放的是他的照片。这时，英光走了出来，他拿出一个吊坠，走到苏九面前，当场就给苏九戴上了，然后告诉他，爱情不只是相识，而是一起朝同一个方向看。他希望能和苏九走同一条路，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陪你。躲在一旁的哥哥觉得他话太多，催他快点行动。果然，下一秒，英光就吻了苏九，这一吻直接把苏九给整懵了，苏九当场就呆住了。回家的路上，他一直摸着自己的嘴，简直不敢相信。他刚到酒吧门口，街边的灯突然全亮了，他一抬头，吓了一大跳。志宇在阳台上向他挥手，他急忙把吊坠藏进衣服里。两人进了店，志宇直接揭穿了苏九在仓库里睡觉的事。苏九解释说那是英光的家。志宇一听就不淡定了，原来你一直和那家伙住在一起。志宇顿时火了，成年男女同屋，这算什么合居吗？然后两人就吵了起来。志宇气得让他马上走人。苏九刚要离开，志宇又反悔了，他知道苏九一走肯定又得去英光家住，他一把抓住他的手，让他不要走。今天就这么算了，就当我没看见好了。
说完，他就转身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店里冒出来一个找麻烦的男人，直接上手打了施元一巴掌。男人看见他要反抗，正准备再出手，苏九看不过去，赶紧跑过去，结果自己也挨了一巴掌。这时候，志宇突然出现了，一脚把那男人绊倒在地。志宇冷冷地警告他，再敢动手，我不会放过你。那男人没办法，只能灰溜溜地走了。他一出门就有人偷偷递给他钱，原来是隔壁咖啡店的老板搞的鬼，因为生意不好就想来捣乱。下班后，苏九焦急地拿着手机，犹豫着要不要给荧光发消息。这时志宇打电话叫他到大厅，志宇递给他一包冰块，叫他先敷敷脸，还告诉他以后别这么冲动，要冲也得我先上。然后志宇就坦白了自己的心意，说他喜欢苏九，但也仅此而已，他不打算更进一步，恋爱什么的也免了，咱们就这样相处吧，不要太近，也别太远。苏九一听就火大了，他生气地说，那就按你说的办，我会像蜡烛一样慢慢燃尽，然后自己灭掉。说完他就要走，志宇急忙叫住他，终于吐露了心里的秘密。苏九疑惑地看着他，志宇说出了他杀了自己的朋友，也就是秀妍的哥哥的事。原来他们两家本来关系很好，秀妍的哥哥和志宇还同一天生日。生日那天，坤俊突然跑到山里，志宇怎么拦也拦不住，结果发生了意外。明俊不小心从滑坡上摔下去，志宇扶着他到了路边。志宇因为没信号，只好把他安置在个安全的地方，然后跑出去找人救援。但等他带人回来的时候，明俊已经不见了。这下明俊妈妈急坏了，不久后就找到了明俊的遗体。从那以后，志宇就一直自责。苏九终于明白了他的痛苦，他把他的脸捧起来，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，然后就吻了上去。志宇一把抱住了他，两人的心似乎更近了一些。秀妍妈妈找到他，同意他独立生活，但他不能再见志宇。秀妍不想再隐瞒，他妈一听更气了。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秀妍终于和妈妈撕破脸了。原来明俊那天是因为妈妈去见车理士才跑出去的，他都看到了。所以哥哥是因为妈妈才死的，为什么总拿志宇说事？妈妈听了就瘫在沙发上了。秀妍坚决要和志宇在一起，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。这时荧光拉着同事上机一起去喝酒，上机正传授恋爱秘籍呢，秀妍却突然走了过来。她说自己心情不好，也想加入，三个人就去 KTV 放松一下。荧光和秀妍在台上唱歌，两人的心早飞到心爱的人那里去了。送上机回家后，车里的荧光开始说梦话，不停地呼喊着苏九，还一头倒在了秀妍肩上。秀妍看着他的长睫毛，心想这么好的脸居然被甩了。这时苏九打来电话，秀妍接了荧光的电话，告诉他荧光现在在我这睡着了。苏九听了吓一跳，让荧光接电话，但秀妍就是不让，还说我又不是他女朋友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苏九被搞得一头雾水。那晚志宇把苏九带到了2楼的空房间，他对房间挺满意的。志宇转身正要走，却突然转过头，露出一副坏坏的笑容，还轻抚了下苏九的额头。苏九有点招架不住他这套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志宇妈妈带着好吃的来到他家，苏九偷偷探了探头，志宇看到后示意他快点下来，一路小跑，好像妈妈听到了什么。志宇赶紧找话题岔开。秀妍也把昨晚的事告诉了荧光，还鼓励他抓紧机会向苏九表白。下班后，苏九来到了荧光订的那家高档餐厅，他们回头一看，发现秀妍和志宇也来了。男闺蜜让她别太在意，但秀妍已经看到了他，还大声告诉志宇，吃完饭咱们楼上休息一晚再走。志宇听后起身去了洗手间，半路竟然遇到了荧光。荧光看他的眼神满是仇恨，志宇很纳闷他为何会在这里。这时秀妍走到苏九面前，开始对苏九冷嘲热讽。他觉得荧光条件不错，苏九配不上他，临走前还提醒苏九好好享用，他来付账。荧光刚坐下，苏九气愤地起身离开，没想到在过道上碰到了志宇。志宇默默地看着他，只见苏九拉着荧光离开了。志宇意识到肯定是秀妍搞的鬼，决定要和秀妍划清界限。原来这是志宇第一次听到别人说不是他的错，也是第一个听他讲述那段往事的人。秀妍叫他别再说了，他还想保留心里那点希望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苏九告诉荧光他很喜欢他。荧光听了很惊讶，但苏九说的喜欢是觉得他可靠，比他哥更让他自在，所以才说喜欢他。这让荧光高兴了一阵，可能是因为苏九看到了志宇内心的脆弱。现在我真的很想待在他身边。荧光却说就算没有我，你也能过得好好的。苏九接下来的一句话彻底让荧光心灰意冷。荧光装作没听到，立刻转身就走，一个人躲在床边大哭，另一个人默默地喝着闷酒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志宇问我怎么不关心他昨晚睡哪了，你是在大街上还是桥洞里睡的？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不就是玩弄两个人感情的应有之意吗？志宇马上明白了苏九的意思。苏九正想走，志宇示意他说清楚。苏九解释是因为他缺乏自信才会置之不理，没想到志宇说他已经理清了头绪。苏九一时语塞，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太大声了，主动提出要做顿好吃的给志宇。两人正在吃饭，秀妍突然闯了进来，看到两人温馨的一幕，苏九吓得赶忙找地方躲，志宇却说你又没犯罪，躲什么？直接把他按回椅子上。秀妍走过来问他们这是在干嘛。秀妍说他喝多了，我们回头再说。但志宇坚称自己很清醒，他就是喜欢苏九。你要是想扯头发，不如来扯我的。秀妍走的时候，意外发现苏九搬到了2楼，这让他气得要命。他一出门就打电话给荧光，告诉他们现在已经住在一起了。荧光急匆匆赶过来，拉着苏九就要走，看到志宇挡住去路，两人一激动就打了起来。一时间三人都慌了神，接着3个人狼狈地坐在沙发上。苏九看两人还在争执不休，急忙拉着荧光想离开。志宇起身告诉他，他已经把事情处理清楚了。荧光满脸疑惑地看着苏九，志宇就站在店门口等苏九。
志宇一听这话，立刻火冒三丈，直接追着苏九跑到厨房。苏九看到他那副吃醋的样子，看到他这种表情，苏九一听这话，兴趣来了。志宇一瞬间就火了，石原一到厨房就被志宇狠狠教训了一顿。苏九看着却是笑开了花。这时，执法人员突然闯进店里，原来是隔壁咖啡店的老板投诉的，说有未成年在志宇的店里喝酒，警察要求店铺暂时停业整顿，这让大家都焦虑不已。但志宇却一脸无所谓，原来他是想趁机和苏九单独相处，两人趁机去海边欣赏美景。但志宇却一直在看旁边的几个美女，被苏九发现后，他直接掐了他一把，这才让他回过神来。苏九赶紧打量了一下自己，这让志宇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两个恋人独处总是特别的开心。接着他们开始玩飞镖游戏，志宇想在苏九面前炫一炫技术，没想到苏九的飞镖技巧直接帮他赢了一个熊娃娃。志宇看起来很不是滋味。吃饭时，苏九说他梦见章鱼，所以特别爱吃，说不定将来会生个财运满满的孩子，还让志宇提前来巴结他。可惜老板说这里没章鱼，苏九一脸失望。志宇假装去洗手间，转头就跑到海边，竟然跳海抓章鱼去了。为了爱情，真是拼了。回来时，一手提鞋，一手拿章鱼，急匆匆的回到餐厅。苏九看到后惊讶的不得了。志宇说这章鱼是他捡的，还让苏九伸出手来。他拿出一个巨大的粉色钻戒给苏九戴上，还说回首尔后给他换成真钻。苏九高兴坏了。当晚他们就住进了酒店，还特别穿上了情侣装。一到卧室，苏九就直接扑到床上。志宇想玩扑克，却被苏九制止了。他说今晚只能牵手睡。志宇虽然不解，但1秒后两人就牵手躺下了。正当他想再进一步，谁料苏九轻轻一甩手，连手牵都免了。志宇只得老实点，又牵起了他的手。就这样，两人幸福的走到了一起。此时诗媛和小宋却陷入了麻烦，为了抓娃娃讨诗媛欢心，两人竟忘了时间，被锁在店里了。这女人真狠，为了让心爱的人回头，她竟然一脚油门直撞路边柱子，直接把自己送医院了。志宇得知，急忙赶来，恰好遇见了赶来的苏九。苏九看他那急张的样子，立刻意识到了什么，看着志宇还挂念着秀妍，他心里难免有点伤感。志宇一到医院，秀妍的妈妈直接给了他一个耳光，还怪他一切都是志宇惹的祸。志宇不懂秀妍为啥这么做，听了这些，志宇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妈妈为了不失去秀妍，只得同意他们在一起。诗媛和小宋刚走出店，就看见一个女人带着保镖向他们走来。小宋赶紧拉着诗媛跑，但最终还是被堵在了胡同里。为了不让诗媛担心，小宋告诉他还会回来。这下诗媛彻底懵了，她急忙回到店里跟苏九报告这事，但店里只剩他们2个女人了，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志宇回来后就匆匆上了楼，现在他只能依靠药物来平静下来。这时苏九拿着小夜灯走过来，这是他送给志宇的礼物，希望他以后用小夜灯入睡。志宇也告诉他秀妍出事是因为他。苏九劝他好好休息，正要离开，志宇说了一句让他震惊的话，然后就冷冷的离开了，这让苏九更加伤心。他急忙收拾行李准备搬出去。志宇始终无法面对苏九的离去，只能伤心的喝酒。无处可去的苏九只好来到了诗媛家里。诗媛安慰他说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，不要那种坏男人也罢。但苏九却完全能理解志宇为什么那样做，因为他内心的伤痛太深了，他有他的难处。说着说着，苏九就哭了起来。秀妍有了志宇的陪伴，心情明显好转，他甚至开始筹备他们的婚礼了。志宇虽然有些心不在焉，但还是随声附和。下班后，诗媛接了个电话，两人马上来到了一个装潢豪华的地方。紧接着，一位身着泰服的女管家慢慢走了过来。她刚说完，只见苏九一声不响跪倒在地。女管家一看这情况，诗媛也只能跟着跪下了。这时，高贵的小宋走了出来，诗媛和苏九都惊得合不拢嘴。小宋示意他们起身，没想到他还真是个王子呢，他还热情地款待了他们。两人一时间还没缓过神来，饭都还没吃，小宋就拉着诗媛说要送他一个礼物。他打开柜门的瞬间，简直目瞪口呆，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娃娃。小宋也向诗媛表白了，之后还坐着林肯家长车送他们回家，车里满满当当都是娃娃。这爱情来得太突然了，诗媛有点措手不及，毕竟对方是个王子。第二天，店里来了个人，苏九一看，吓得托盘都掉了。妈妈接着就要带他回老家。妈妈一直以为他在国外辛苦学习，没想到他竟然在酒吧当服务员。妈妈这辈子最恨酒了，原来是因为苏九的爸爸酗酒成性，最后竟冻死在了雪地里。这次妈妈是铁了心要带他走。英光回家就看到兄妹3人跪在地上，为了阻止苏九和志宇在一起，英光不得已向苏九的妈妈透露了真相。苏九似乎也察觉到了英光的背叛。深夜，苏九悄悄起身走到外面，他给志宇打了个电话，希望能见他一面，因为他可能要回到乡下了，但他根本不想离开，希望志宇能说点什么挽留他，这样他就有力气继续坚持。苏九完全懂得他的难处，电话一挂，苏九就忍不住哭了。两个深爱的人却这样相互折磨。志宇妈妈听说他订婚了，就找来了秀妍。她说自从那件大事以后，志宇就开始接受心理治疗，他一直没能安稳睡个好觉，每晚都被噩梦纠缠，久而久之依赖上了药物和酒精。最近他的状况越来越糟。秀妍在车里无法抑制的痛哭，但他不愿意就这么放弃。回到老家的苏九，妈妈马上安排他去相亲。刚见面时，那男人就上下打量他，确实比照片上显得年轻。听说女人的年龄就像圣诞节蛋糕，20岁左右最受欢迎，超过25岁就开始滞销。你现在26岁已经是甩卖品了。面对这种自以为是的男人，苏九真是哭笑不得。他还说男人跟红酒一样，年纪越大越有味道。苏九气愤地站起来告诉他，他根本没有想和他交往。那男人还以为他在玩欲擒故纵，
听说你在首尔待了1年，天知道你外面都做了些什么。这话彻底激怒了苏九，他反击说他不过是过期的米酒，而且还足以让人反胃。他的话让那男人哑口无言。然后苏九的哥哥找到了志宇，把苏九在老家相亲的事告诉了他。他看着苏九曾经住过的房间，心里感觉特别复杂。这时他看到了一只小猫，似乎勾起了他的某些回忆，于是他鼓起勇气给苏九打了个电话，嘴上不在意的让他把小猫带走。苏九说他会带走他。志宇又提起了相亲的事，问苏九如果真的要结婚了怎么办？当然得给你一个大红包作为礼金了。苏九一听这话就火了，你这是什么话吗？这几天我多想听听你的声音啊，你觉得我接电话就是为了听这个的吗？他骂了一句混蛋，伤心的挂了电话。他痛哭的样子被旁边的妈妈看到了，看着他每天心不在焉，郁郁寡欢，妈妈就拿出500万给他，让他回首尔租个房子，好好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此时的志宇只能借酒浇愁，看到秀妍来了，非要拉他出去，可他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。秀妍不想看他这副落魄的样子，他是真的想赢得他的心，最后还是伤心的离开了。他找来樱光陪自己喝酒，喝得烂醉如泥，不小心还跌了一跤。回到家后，秀妍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樱光看得有点慌，就把秀妍抱进怀里，轻轻地拍着她。哭泣的秀妍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樱光听后脸红的要命。秀妍看着他，温柔地给自己涂伤药，然后做了个大胆的决定。那位财阀少爷终于见到了心仪的灰姑娘，但苏九来只是为了带走他的小猫，志宇却跟了出来，把小猫抢了回来，就是不想让苏九带走，因为他觉得这是见他的唯一借口。两人拉扯中，苏九被小猫划伤了，志宇赶紧给他涂了药，苏九马上抽回手，伤心的离开了。他始终不懂为何深爱的人总是让他受伤。这天，苏九终于租到了新房子，大家都来祝贺他。那个流浪汉大叔也洗心革面，和这些年轻人玩得不亦乐乎。饭后，大叔找到苏九，说明天要带他去一个地方，第2天就带他去看望了他故去的女儿。原来大叔是个隐形的富豪，他在美国、法国、瑞士都开了餐厅。当初因为太忙，没能参加女儿的婚礼，他的女儿遇到了交通事故，最后只能去参加了他的葬礼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开始颓废的生活。记得苏九第一次给他送饭的时候，他在苏九身上看到了女儿的影子，知道苏九对法国料理特别感兴趣，于是就邀请他到自己的餐厅去深造。秀妍和妈妈之间的误会也终于化解了，他理解了那时妈妈的难处。爸爸一直在医院，情况很不好，妈妈一个人撑着公司和照顾爸爸。那时候妈妈也是想找个肩膀靠靠。听到女儿的心里话，妈妈真的很欣慰。苏九最后还是决定去法国。他去办签证的时候，竟然偶遇了之前骗他5000万的那个朋友。那人看到苏九，吓得转身就跑。苏九气冲冲地追了上去，最后实在追不动了。那女的跪在地上求苏九原谅。苏九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她？她解释说自己也被骗了，原来是她男友把她骗到国外，然后跑了。她也是受害者，但她说她会努力赚钱还钱。听说苏九又要办理出国手续，她又精神起来，说这次一定会帮到苏九。苏九警告她，如果再有什么花样，她不会手软。志宇今天陪秀妍玩了一整天，虽然志宇心不在焉，但秀妍还是尽量表现得很开心，还特意为他拍照留念。晚上回家时突然下大雨了，志宇拉着他找地方躲雨，他不顾雨跑去买伞。他一直把秀妍当妹妹一样疼，但这并不是爱情，秀妍清楚这一点，所以才让志宇陪她玩一整天，也是想在他心里留下美好记忆。他不想让志宇自己承受痛苦，虽然依依不舍，但他还是忍着伤痛离开了。有时候爱一个人就得学会放手，这样的放手不是失去，而是另一种收获。小宋一直深爱着诗媛，但他还是尊重他的选择。简单告别后，他就开始了回国的旅程。这一天，大叔找到了一直颓废的志宇，告诉他这次是来道别的。贫穷的女孩和她的男闺蜜紧紧拥抱，这一幕恰好被远处深爱她的财阀少爷看到。樱光也注意到了志宇的存在。苏九走后，他立刻找到志宇，警告他不要试图挽留苏九，因为苏九已经受伤太深。志宇说，就算我想挽留，也留不住他。说完，他无奈的走了。第2天，诗媛看着志宇，似乎有话要说。志宇摆了摆手，示意他继续说，走到他面前，直接弹了下他的脑门。当晚，他就给苏九打了电话。诗媛希望他们能再试试看，但苏九现在全心想去国外深造，因为看到志宇和秀妍在一起，总让他感觉自卑，觉得自己很渺小，很寒碜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不够自信，所以他想变得更加强大。苏九本想给志宇打电话，但最后还是放弃了。志宇知道后，急忙冲了出去。苏九在机场一直期待志宇的出现，但最终他们还是擦肩而过，没有机会做最后的告别。苏九离开后，志宇常去苏九哥哥的家，就为了能看到手机里苏九的照片，趁机蹭吃蹭喝。每次看到苏九视频中出现的男人，就忍不住吃醋。而樱光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，顺利成为了正式员工。秀妍工作中每遇问题，都会找樱光帮忙。她也被樱光的长睫毛和帅气的脸庞吸引，看到樱光迅速帮她解决问题，樱光对她则是满脸无奈。但这个烦人的小妖精却死缠着樱光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诗媛竟然和志宇的哥哥好上了，他的员工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嫂子了。志宇要是知道，肯定得气炸。转眼1年就这么过去了。志宇今天提着好吃的来找苏九哥哥，打开门，意外的看到苏九正躺在床上睡觉，他坐在床边，情不自禁的凝视着他。苏九醒来，第一眼看到他，吓得直接坐了起来。这时，哥哥走进来，正好看到这尴尬的场面，他轻轻关上门，示意他们继续。哥哥还跟苏九说，这家伙天天来就为了看你的照片和视频。志宇还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，为了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，他轻轻捏了捏苏九的脸。苏九疼得大叫出声，这才让他相信这是真的。之后，苏九去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
还借口说是来做市场调查的。苏九应聘一家高档餐厅，他也跟着进去了，找了个位置坐下，正好可以看到苏九。这天他又来到苏九工作的餐厅，他的帅气让不少女服务员为之倾倒，他随便抛了个飞吻，让那些花痴女生都心花怒放。苏九回头看到了这一幕，立刻向他们宣告了他的主权，主动牵起了志宇的手。志宇觉得这还不够，又把苏九紧紧搂进了怀里。回到酒吧后，志宇又调了一杯莫吉托给他。苏九好奇地问他，为什么每次都是莫吉托？就这样，两人真正的走到了一起，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对方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甜美。而每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，都会经历期盼和失望，微笑和心碎。只要曾经微笑过，事后有思念，那就证明你依然深爱着对方。